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很多朋友问我，上妆的时候粉底不管怎么推都不服帖，要么就是浮粉，要么就是卡粉，尤其是在干燥的地方呢就特别明显，特别是有皱纹的地方呢更加会显我们的皱纹，看上去呢就是有一层粉浮在我们的脸上，非常的不自然。不管是用了再贵的粉底液也好，最终出来的效果还是不是非常理想。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我就会告诉你你的粉底不服帖的3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有简单又有效的解决方法。另外呢，我还会介绍一些朋友们经常问的一些定妆粉的选择和上妆的技巧，让你打造出天生好皮肤的完美妆容。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呢，大家需要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粉底不服帖，它最主要的是有3个原因。第一，首先是你的皮肤太干，又或者是水油不平衡，这样的粉底就自然不会推得很均匀。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用错了妆前乳，又或者说是很多朋友不会上妆前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底妆和我们的护肤产品有时候会打架，会搓泥卡粉，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底妆不服帖的主要原因。第3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手法和上妆工具没有用对，工具选错了，妆感呢就很容易不均匀。那接下来呢，我就一个一个解释，并教大家如何来改善这些问题。那首先对于我来说呢，比起化妆，我更注重的是护肤。首先我们要改善我们的肌肤的状况，我们皮肤的基础保湿真的是非常重要，它也就是我们后续底妆服不服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如果你的皮肤很干，不管你用多高级的粉底液，都不会让你的皮肤和底妆非常服帖。首先我们每天自己的保湿护肤一定要做到足，这个之前在我有关护肤的视频里面已经介绍了无数次了，不管是保湿的 toner 还是保湿的精华，加上滋润的防晒霜，这些都是让我们的皮肤可以避免干燥。其实油性肌肤呢也是需要保湿的，这个我会放到以后的视频里再具体的解说。其实保湿不管是干性肌肤还是油性肌肤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 Caudalie 的喷雾，我非常喜欢用到它，特别是在秋冬季节，它一点点不油腻，它只是给你皮肤有保湿的效果，或者是在你上妆之前喷一层这个保湿的喷雾，它可以很快的让你的皮肤滋润水润。它里边这个成分是含有 grape water， 对于干性肌肤或者敏感性肌肤的朋友呢都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它里面喷出来的喷雾是非常密的，不是像有些喷雾喷出来哇一下子让你的脸很湿的那种，它是那种 mist 的喷雾，喷到脸上非常舒服。另外我要在这里重申的一个要点就是说，很多朋友都说需要去死皮啊，这样对你后续的妆容会比较服帖，确实是这样。但是对于我们50+的女性来说，或者是中年女性来说，我们的皮肤比年轻的时候会薄很多，所以我们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和夏天护肤的程序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冬天的时候皮肤的皮下油脂不会像夏天的时候出油出的那么多，所以我们的皮肤呢会比较干，特别是在你做 exfoliation 的时候，你在去你脸上死皮的时候，千万不要经常性的去角质。其实我们人体的皮肤呢是每28天它自然会有一个 turnover， 所以你不需要刻意的每一个星期或者是每2个星期去做一次这样的去角质层的工作。如果说你脸上有一点点痘痘啊，或者是油性肌肤的人，可以温和的去角质层，这样呢就不会损害我们的皮肤屏障，也不会让我们的肌肤呢看上去更加干燥。第2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去选择妆前乳，或者是选错了妆前乳。其实妆前乳呢是可以很好的帮助粉底液更服帖的一个关键。如果你是干性肌肤呢，可以选择滋润型的妆前乳，比如说我之前经常提到的 Embolius， 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妆前乳。这样呢是我在春夏时期的时候
春天夏天的时候用它这个妆前乳，有时候夏天出汗，有时候也不用，就是我皮肤很干会少用一点。到了秋冬季节呢，我就会用 Bobbi Brown 的这个妆前乳，非常服帖。它这个是 Vitamin Enrich Face Base， 这个妆前乳呢对我妆前的保湿是非常好，而且它一点也不黏腻，擦在脸上呢就是很滋润润润的。后续的粉底呢上去之后也是很容易推开的，非常滋润也很服帖。另外呢，我还会用到 Bobbi Brown 的眼下的妆前乳，因为我的眼下很干很干，如果你不想你的眼下妆容卡粉的话呢，我很推荐去用它，只要用一点点它就很滋润。上了这些妆前乳之后呢，你再上你的粉底液或者是 concealer 之类的，眼下的皱纹就不会卡粉，也不会很干，非常的服帖，而且呢很轻薄。当然如果你是油性肌肤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控油性的妆前乳。其实我们的皮肤不像年轻时候的皮肤很光滑，我们需要一些妆前乳来帮助我们的底妆跟我们自己的皮肤更加的服帖，这样看上去呢不用再层层叠加粉底，看上去粉底会很厚重。上妆前乳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在你鼻翼两侧比较干的地方，又或者是嘴角啊，又或者是眼睛都可以。因为太干，我会另外用眼睛的妆前乳，另外在眼睛周围或者鼻翼两侧，甚至于我这里的一个川字纹，这样呢底妆就很轻薄很服帖了。最后呢就要说到我们要如何选择适合的底妆工具了。上妆工具呢也真的是非常重要，也要看你的底妆它是流动性的底妆还是比较厚一点的乳状性的底妆。我分别呢在我的左脸是用了比较稍微润一点的 Clinique 的底妆，因为它是比较润一点，稍微厚一点，流动性不是很大。我呢就会选择美妆蛋。首先呢先让底妆在你的脸上均匀的用手指铺开，然后呢再用这个美妆蛋按压的方式把它慢慢的推开就可以了。美妆蛋呢一定要是浸湿的，不能用干的，但是这种湿的程度呢要很干很干很干的那种，就是你美妆蛋湿润以后你根本就挤不出水分的这样程度的美妆蛋去给你上妆。它不仅可以把你多余的粉底吸走，但是呢又不会过多的吸走你的粉底，这样呢就会给你一个非常通透的自然妆感。在我的另外一边呢，我是选用了 Hourglass 的 Tinted Moisturizer， 它是比较轻薄流动性比较大的一个粉底液，但是不是很厚重。因为它已经是 Tinted Moisturizer， 所以呢如果你再用美妆蛋去上它的话，它就好像给你出来的妆容根本就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因为它把里面的粉底液都差不多都吸走了。它是比较轻薄型的粉底液，所以在上它的时候呢，把粉底液挤在手上，然后用这种很平很平很尖的这种刷子去沾取它，平平的刷在脸上，让你的粉底的很均匀的在脸上铺开，然后再用这种很松的这种粉底刷去不要去拖，也是这样慢慢轻轻的按压扫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这个轻薄类型的粉底液呢就按压在你的皮肤里，这样看上去呢又通透又不会觉得很厚重。工具一定要选这种比较松的，就是你不能选这一类是很dense， 就是比较实的，这一类是很实的刷子。这一类的刷子呢是比较适合上粉底棒之类的粉底液。这一类的刷子呢就是它的头是比较结实的，很扎实的，但是也很软，就非常扎实的很短的这种刷子，它是很适合上我们粉底棒的这种粉底液，很容易推开。你看这两个刷子，一个是很短的短头的刷子，但是呢非常的结实，这种呢是比较长的刷子，但是呢很松，这样比较松松的斜面度的刷子，比较轻薄的粉底液的时候呢，你就这么点，这样的妆容就看上去比较均匀自然。接下来呢就是一直有很多朋友问我应该怎么选择定妆粉和散粉来定妆。等我们底妆完成之后呢，最后一步就是定妆了。
其实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说，我不是很喜欢用粉去定妆，因为我的肌肤很干，我还是希望我的妆感是看上去有一点点奶油肌的感觉。但是呢，确实有时候 T 字部位啊，眼下的粉底啊，有时候会移位，会跑位，适当的定妆呢也是可以的。我呢就选了几样我自己用起来比较好的定妆粉。那如果你是干性肌肤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滋润型的定妆粉，你可以选择一些粉质很细带微微保湿效果的散粉，这样呢就不会让你的底妆看上去很干燥。如果你是油性肌肤呢，可以选择一些控油的散粉。其实大部分的定妆粉呢都是控油性比较好的，因为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出油的地方看上去不要那么亮，不要那么油。所以呢，大部分的定妆粉都是比较控油的。作为干性肌肤的我呢，就不喜欢太控油，因为时间长了看上去皮肤会很妆感会很干，会有裂纹。有些定妆粉呢，它是会有柔焦效果的，特别是在鼻翼两侧的毛孔，你上一遍这样的定妆粉呢，就看上去你的毛孔没有那么大，而且没有那么明显。这样的散粉呢，定妆以后会让你的肌肤就好像会有一些滤镜一样的妆感。首先我选的这个散粉呢是 Huda Beauty 的，因为它里面呢是含有保湿的成分，它是一种烘焙式的散粉定妆。你在用它之前稍微摇一下，它上面配置了一个这样的小的粉扑，稍微摇一下就能在你的这个小小的粉扑上就会有一点了。然后呢，你就按压在你想控油的地方，比如说你的鼻翼两侧啊，或者是嘴角边呐，甚至于额头啊、眼下都可以。按完了以后呢，让它在你脸上停到3到5分钟的左右，然后呢，再用小的刷子把它慢慢的扫开就可以了。这款定妆粉呢，它是特别注重柔焦的效果的，特别是对于毛孔粗大、鼻翼两侧的毛孔啊，它有很好的柔焦效果，而且对于眼下的细纹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让你的肌肤呢看上去有一种就是那种天鹅绒般的那种妆感，非常适合你去拍照。因为拍照有时候灯光脸上太油的话，你的脸看上去很 shiny， 还能够提升我们底妆的持久性，同时呢还能避免脱妆啊、卡粉的现象。你今天需要带妆1天的话呢，可以在家里用它在你的 T 字部位稍微的定一下妆，这样呢让你的脸看上去没有那么亮，而且妆效呢也看上去很细致。我用下来之后，我觉得它的粉质是非常细腻的，而且它的粉是很轻盈的，就是不会很厚重，看上去像上了一层厚厚的粉。同时呢，它也不会让干性肌肤的我呢觉得很干燥、很紧绷，一点都没有，很适合所有的肌肤。我相信不管你是干性肌肤或者油性肌肤，都会喜欢它的妆效。特别是对于油性肌肤的朋友说，这样烘焙式的妆法呢，它不仅可以控油，而且呢还可以让你长久的持妆。还有它有很多色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去选择，或者你可以选择透明色。我选的这个呢是Pound Cake，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我的肤色，就有些散粉太白，一上之后呢就好像唱了京戏一样，太白了，我不喜欢。所以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润色的效果，看上去比较自然。另外一款呢就是 Charlotte Tilbury 的 Press Powder， 这是一款呢是 Press Powder， 它不是散粉类的，这是一款按压式的定妆粉。我也是听到很多博主在介绍，就是它的粉是非常非常的细腻，也是同样有娇柔我们毛孔的作用，让我们的皮肤呢看上去有天鹅绒丝的那种妆感。但是它里面的配方呢又是可以保湿我们的肌肤的，它里面呢是含有玫瑰蜡和杏仁油的成分，所以呢它能够在定妆的时候呢也同样的为我们的肌肤呢提供适度的保湿，它也同样不会让我的肌肤呢感觉紧绷和干燥。它出来的妆感呢也非常自然，非常适合带出去补妆。就是像刚刚的 Huda Beauty， 你可以在家定妆，然后出去的时候呢，我喜欢带这个
小小的，我买的这个是 mini 的，因为是比较方便带出去，它也可以起到吸油，让我们的妆感呢看上去比较哑光持久，同时呢又能保持我们皮肤的自然光泽，不会让我们的妆感呢看上去死板或者沉闷。它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色号，根据你自己的肤色去选择。我选的呢是 Fair， 是最浅的这个颜色，确实这个小小的薄薄的一个带出去补妆真的很方便。另外最后呢就是说有一个喷雾定妆，如果说你不喜欢用粉定妆的话呢，可以建议用这一类的喷雾定妆。这个是 Milk 的喷雾定妆，我非常非常喜欢它。如果我的皮肤很干的时候，我就会用到它去定妆。它不仅可以保持我的妆感持久，而且呢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滋润的效果，也很好用。其实底妆的不服帖呢，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从护肤到上妆再到定妆，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帮助到你，让你的底妆服帖又自然。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哦。那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